吹散路途的疲倦，叮嘱我要热爱世界。烟火气息弥漫街边，市井温柔俗生消遣，和你去过的下饭馆，装满我的思念。哦，想和你见面。哦，手牵手并肩，漫步小城的夜晚，时间很慢，爱已不散。爱是一日三餐，有你四季陪伴，似是烟火最美盛宴，铺垫出大家的温暖。请记得，爱是这场离别，共是粗茶淡饭。你的笑脸永远新鲜，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。彪叔，爷，好，来了，坐吧。来，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什么价从我哥手里买的股份，我原价买回。从此詹家退出怀香集团。现在这股份是我的，卖不卖，可不由你来决定。彪叔，您站哪边？我作为八大菜系餐饮协会的主席，我自然会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情，我不会偏向谁。怀香和百味两家走到这一步，需要有个说法。我今天就来做个公证。好，你上次不是说要找我报仇吗？这样，厨王大赛，你要是能拿第1名，从我爸那儿夺回厨王的名号，我们当然愿意退出怀香集团了。想什么呢？你真当我是傻子呀？你爸这几届厨王怎么得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整个组委会都是你们的人，选手都是托儿。你让乔治怎么赢啊？啊？你怎么不让他去竞选美国总统啊？想不想谈啊？要不要脸啊？说谁不要脸呢？哼，就你还在这儿跟我马局做套，你小屁孩还太嫩了点儿。真有那本事，拿个世界冠军，为国争光，我怀香集团都能让给你，你行吗你呀？陶总，别跟小辈儿一般见识。我什么身份啊？我跟他一般见识。哼，是谁胡搅蛮缠、死皮赖脸的让彪叔出来作证啊？怎么，想道德绑架他老人家呀？乔治他爷爷，你看到了，他们提的这条件，明摆着就是故意找茬，完全没有谈的诚意呀，还把你架在这儿下不来台。我没有。要我看呀，您呀就别管这个事儿了，投个弃权票，詹氏退出怀香集团。我们一拍两散，各过各的。哎呀，省着我这含辛茹苦的养着公司，还得喂你们一口，白养着你们。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白养啊？你说你做怀香集团的股东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说白养都是好听的。你厉害，你有种，你现在退出啊！百味集团1年也不少赚吧？怎么，喂不饱你呀？啊？还惦记着别人家的饭碗，你嘴怎么那么长啊？我再说也用不着你养。说得好，你有本事现在就退出怀香集团，别让我养你。士官，坐下。陈军呐，陶总说的也不无道理。陶总，说说你的想法。你这个厨王，我看你也不会让给别人。第一，我们也不指望了，定个合理的名次。
如果乔治能拿到这个名次，詹氏退股，我该给你们的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。毕竟，也是你们真金白银买的。好话全让你说了，那你说说，什么名次才算合理呀？前3啊！瞎呀，没看着这有个0吗？前30啊！你给我糊弄鬼呢？那怎么办啊？我实力就这样啊！哦，又不想谈了是不是？哎，不想谈可以走啊！爷，看到没有？这俩准备弃权了。这样，您把我们那个股东会议的那个决议，您现在就签了。签完之后，我晚上就去您家给您做好吃的。你前2名，不行，前28，前3名，前3能行吗？前2、3差不多。前4名，4也不行，最多前14。前5名，你前4跟前5有什么区别啊？最少前6，要不然别谈了。行，前6就前6吧。爷爷，您看我这多难呐！你也不帮您好孙子说句话。得了吧你，你少占了便宜在这卖乖了。咬我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已经说定了，老规矩，喝茶。干得不错。您这才是吓我一跳呢！您这不是说好好谈吗？我是好好谈的呀。啊，行吧。哎，对了妈，有件事还得拜托您。说。詹家肯定会使用一些手段，请您务必啊帮我稳掉大后方。到了这一步，他们肯定会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狠招。没事儿，我还有底牌没用呢。我说你小子是才25岁吗？长得有点着急了啊。够多的呀！哇，你来了怎么没叫我一声？这不是怕惊着您的鱼吗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来800。老板大气啊，谢了啊。哦，低调啊！哎呀，看来这是回本了呀。哎呀，过瘾啊！来坐。哎，我听说你明天要去参加厨王争霸赛了，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啊，还行。我被南方赶出家门之后，除了到处旅游，吃吃喝喝，还是喜欢钓鱼。这个圈子里啊，有一种玩法，叫做赌鱼坑。你交了鱼塘的入场费，钓上多少鱼，就按一定的市场比例再卖给老板。我听说过。后来渐渐有人把每条鱼都标记了价码，金额越来越大，变相成赌博了。但这个可就是违法了。我想提醒你啊，厨王大赛背后有人在搞博彩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我身上也被贴了标签？哎呀，总之你小心点，这帮人赌上了头，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。我明白了，您特意把我找过来，就是为了提醒我吧？十分感谢。你不能输啊，你是这个家的希望。要是没有您的提醒，我可能真会着了他们的道。举手之劳罢了。爸，回来吧，这个家也不能少了您。有你在就够了。爸，其实我觉得妈还是惦记您的，也只有您能哄好她。
你还年轻，你还不知道这50岁男人的快乐到底是什么。哎，好哎，哎呀，这条不错啊！啊，爸，这条鱼给我吧，回去我给妈做了。我还想拿它换个饭钱呢。那您自个儿选，您是想自个儿留着，还是说让我带回去给妈尝口鲜的？给你。哎，他不吃胡椒啊。好，您还有什么话让我带给他吗？算了吧，免得你替我挨骂。赵总，咱们不进去吗？着什么急呀？还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先敬罗衣后敬人，拿捏这类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秀实力。出来了。燕儿，宝马怎么样？好开吗？别人宝马开 M8，我开宝马开一系。你这是怎么开车的？不好意思，我这地上的车漆有多贵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一个不小心着急忙慌的，我就直接。郭小姐，董总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什么董总啊，我就一跟班的。这车的事儿，还是得问你老板了。我的老板啊？小詹总，好巧啊！好久不见啊，车上聊了，请吧。谢谢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你看这车要是你的，那不就好商量了吗？你看赔多少合适？Don't care 啦，燕儿姐，听说最近跟着乔治混得不错吗？嗨，小詹总，你说笑了，我这都赚的小钱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，挣笔大的？多大？让你财富自由，够不够大？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，你可以开更豪气的车 ，BBA 任你选。BBA？ 那我还是更喜欢宝马 M8。我说的 BBA 啊，是宾利、保时捷、阿斯顿马丁。如果还不够，把我赠送给你啊！小詹总，你可真会说笑。我有说笑吗？呀，可以啊，现在越来越幽默了。你偷偷摸摸在那儿看什么呢？当然是看老婆了，这么漂亮不让看呢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？好多天都见不到，我想着就准备点吃的喝的，给你饯行。来，祝我老公马到成功。谢谢。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？哎，我公司这几天还有点事儿没忙完。不过我会在你决赛之前去给你加油的。越来越有女企业家的味道。来，为了我老婆越来越成功，再干一个。我看你今天有备而来呀。怎么，怕我吃了你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有点儿受宠若惊。来，
不知不觉这时间过得好快。你帮了我，还有帮了这个家很多。那还不是多亏了咱妈这眼光好。我眼光也很好的，好不？就是比妈晚了那么一点。哦，行，来，为了我老婆眼光越来越好，再喝一个。干杯！哎，说真的啊，我总觉得你这次走，心里特别不踏实。比赛而已嘛，又不是去打仗。对，就是打仗。舍不得我呀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完好无缺的回来的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拿我的全部。失眠，也治愈过离别。转过身的背影，想到还是一样那么清晰。想象过拥有，也想象过失去，却还是忽略了。失去后的感觉会那么难以呼吸。啊！我忘了，我现在就去。急了啊！拥抱你，哪怕在原地一起走过四季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这次比赛呢，我就和包子去，店里的事儿啊，就拜托你们了。乔大哥，放心吧，我会管好他的。好，哎，小志，我打个电话。行。食材和账啊，要特别的注意啊。慢点啊！哎，好嘞，老板。喂，包子。喂，走了。喂，哎燕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你们准备出发了吧？我这店太忙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去送你了。那没事，行，那你有事你忙你的。啊，完了，我也就走这几天，不用太想我啊。想你个鬼！你好好帮乔老板比赛吧啊！等我忙完这2天去看你。行，你要提前来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接你啊。行，挂了啊。行，那得了，拜拜。看完了。啊，那个燕儿打电话非得说送我，我说不用，我这就走这么几天，是吧？走吧，走吧。喂，如生，昨天你推荐的红酒不错，回头再帮我买几瓶啊。啊，好。把行李拿下。哎，这，那人吴林峰是百威集团我手刘达的关门弟子，也是现在最年轻的2星厨师。我还听说呀，他自从成为关门弟子以后，再也没进过餐厅后厨。没进过后厨啊？
那这不成温室里花朵了吗？可别小瞧这货，他只在比赛中做菜，只要参加美食比赛必得冠军，不是冠军不服输，也被誉为为比赛而生的天才厨师。为比赛而生的厨师，有点意思。来了，看见了。你就是那个网红乔治啊？啊，你就叫我网红就行了。有趣啊！看来这个比赛啊，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这手势挺丰富啊，脑子也有问题。走吧。来啦！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你这干嘛来了？我刚才去了趟楼下，你猜怎么着？嗯，楼下有按摩的，气死我了！咱俩要不要批判性的去试试？明天就得比赛，咱俩今天得养精蓄锐啊！对，就是养精蓄锐啊！我分析了啊，这些选手一定会去。第一，咱俩去批判性去试试；第二，咱俩当刺探军情。哎呀，这理由找的可以啊！不是，这什么叫找理由啊？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我就是个混儿，这不还有你呢吗？哎呀，我就是担心詹世坤，他一定会给咱们使绊的。不会，咱爷爷不主席吗？再说了，詹世坤他敢在厨王大赛上搞手脚吗？说彪叔啊，彪叔为了避嫌，不会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，还有赛制管理了。完了，那咱这不没靠山了吗？对啊，所以说咱俩还是小心点吧。那我赶紧去休息了。现在就差最后2步：一，拿下厨王，夺回爷爷的荣耀；二，就是让詹军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詹总，他们人已经到了，咱们要不要事先提前通知一下老詹总再行动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爸年龄大了，胆子变小了，再这么畏首畏尾下去，还怎么统领整个美食圈啊？我这么一套连招打过去，不仅击垮了乔治，还可以让怀香集团掉到谷底。我绝对相信詹总您的手段。如果怀香集团第1轮选手全部遭淘汰，那其他的球董怎么想？肯定追着咱们卖老虎啊！这个你不用担心啊，现在已经有3个人联系我了。陶仁德的套现，让他们很羡慕。但是呢，一次收购这么多股份，也需要不少现金的哦。对了，我让你叫的人叫来了吗？到了，在门口。我去请。我去。进。詹总，这2位就是国外金融大学的郭志勇博士和他的助理陈道林先生。你好，是业内最出色的精算师之一。你好，詹总。我们已经选择了目前在海外厨王大赛中最大的几家博彩平台，您可以下注了。Bravo， 洪浩，动用所有的资源，提升竞争厨王大赛的3位选手的热度，尤其是吴林峰。其次，以女强人陶南方康复出院为题，给怀香造势。给怀香造势？期待越高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挣得多，大家都有份吗？懂了。
赛正式开幕。首先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次大赛的承办方之一华夏10位的总编梅林女士上台致辞，有请。梅林呢？咱能不能别一看到美女就两眼放光，跟狼似的？啥格局呀？我就是看看，我心里只有一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梅林，在座的诸位都是餐饮界的精英。本次的厨王争霸赛不仅是要赛出各自的水平，还是为了来年在燕京举办的世界。是夺冠3热门之一，鲁菜的传人，鲁德集团邓大仙。我相信你们身上都能感受到。后边那俩你见过？百味集团最能装的吴林峰，还有边上那个一脸不高兴的胖子，盛安集团的适合粤菜的天才厨师。重要的是，我要让你们意识到，华夏的美食文化需要你们继承和弘扬。谢谢。谢谢梅林女士的精彩致辞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大赛呢与优酷、快音达成了合作，将会面对全球的网友进行同步直播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场上的选手按照编号进入分赛区。上了啊，加油啊！我们的选手已经全部站在台上了。本次比赛满分是100分。那么今天在现场的4位评委，他们有25分的投票权。他们将会对场上的每一位选手进行打分，最后总得分前8名的选手进入下一轮。接下来有请主评委介绍考题。本轮赛题是通过一道菜展现自己的水平，选手们通过抽签的形式去掉一种调料。禁盐，这位选手呢运气不太好啊，这意味着他下面的这道菜不许用盐。看来今天乔治的运气实在是不太好，他抽到的考题竟然是禁盐。虽然盐可以用酱油进行代替，但是会影响口感和色泽，所以会影响他最终的评分结果。怀香集团的选手，你多关照一下，我不想在晋级赛看到他。您都亲自嘱咐了，这件事情一定会办妥的。哎，这人叫什么呀？所有人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场上的选手的抽签环节和准备环节都已经进行完毕了。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选手乔治选择用鱼露代替盐。你看到没有？他选择的是鱼露啊。是啊，选择鱼露是个不错的方法。虽然禁止用盐，但是允许从本来就带有盐味的调料中选取盐所带来的咸味。挺聪明的一个小子。鱼露的腥味是很大的，淮扬菜中一般没有人拿它做调料的。如果处理不当的话，做出的菜品难以下口的。观众朋友，我们看到呀，选手乔治已经开始动手制作食材了。在他的工作台上，我们看到有刀鱼、石鱼，还有河豚。难道今天乔治要做的是长江三鲜吗？去腥的话，对乔治来说不是问题。我的这个好大孙子啊，总能给我惊喜。哎，要是四海能在，该多好啊！怎么样？69分。怎么会这么低啊？我抽到的是禁盐，我估计啊，复赛没有希望了。李雷，我抽的是禁油，90分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进前8名了。看运气吧，这次考试的题目都这么难，不是禁油就是禁盐。是啊，难道他准备做长江三鲜？没错，刀鱼、石鱼、河豚是长江三鲜的主要原材料。咱们今天在这儿当评委，既是给别人出难题，也是给自己出难题。拼死吃河豚呢，还真是刺激啊！哎，
鱼肉质鲜嫩爽口，鱼而不腻。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就有用刀鱼治之漏和补气活血的记载。石鱼，鱼中之王。民间就有红烧石鱼两头鲜，清蒸石鱼又神仙的说法。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，河豚有毒，味虽真美，消滞施法，为之杀人。河豚要想从有毒变成无毒，一共有3个关键要素：第一，鲜鱼加工；第二，烹饪火候；第三，制用器具分开，才能达到去毒防毒的功效。赢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曾经吃过这道菜，终身难忘。乔治给您做过？我跟他爷爷结拜的时候，他爷爷亲自做的。选手乔治的长江三鲜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评委们在品尝之后的评价是怎样的。哇，没想到鱼露加入刀鱼当中，竟然会有这等奇效，入口即化啊！足以见得这位厨师对火候的把控已经是登峰造极啊！这道长江三鲜啊，把潜水鱼的优点完全的展现了出来。不错。这清蒸刀鱼的确是一道上乘之作的，值得高分。伴随着咀嚼，口中的鱼鳞滋味散开，真是令人心惊啊！实在是美妙无比啊！有请评委为选手乔治打分。这分打得太低了啊，恐怕不能服众吧。选手乔治的最后总得分是97.5分，恭喜！谢谢各位评委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回去怎么给公司交代啊？太丢人了。咋样了哈？被淘汰了，才59分。啊？你们猜我抽什么题目？禁言。整个比赛过程当中，坏了2把铁勺。你说我这运气那得是有多差呀？不会是针对咱们集团吧？小志，你现在是咱们怀香集团的独苗。是，在这之前，咱俩是有点不太对付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摒弃先嫌，在这次大赛里面，为我们所有厨师争一口气。拜托了。哎，别这样。其实你只是运气不好。这比赛嘛，本来就是有输有赢。我尽力就是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我们，我们尽力协助。谢谢。陶总，初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江，
初赛咱们仅有乔治一人通过，连郝望都被淘汰了。他俩抽到的项目，居然都是禁言。我怎么感觉是有人针对咱们？事前先给咱们造势，现在又让咱们的选手出局，现在网上的风评差得很。只靠抽题就想在第1轮把我们全端掉，多少有点瞧不起乔治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百威集团搞的鬼？你说呢？他怎么就进淘汰赛了？你会办事儿吗？我已经给他最低的分了，你和其他评委差的太多，也不太合适啊。废物！除了乔治这个变数以外，其他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。吴林峰初赛以99.5分位列第一，邓达先失和以98分并列第2。没错，目前吴林峰的夺冠热度非常高，在复赛阶段将是爆冷赔率的峰值。所有博彩平台8000万买吴林峰出局。什么？吴林峰不是我们的种子夺冠选手吗？詹总这一招叫做控输，控输就是赢。据我的经验，詹总手里应该有2张牌，一明一暗，这明牌就是吴林峰了。不愧是精算大师啊！詹总手眼通天，这博彩平台怕是要赔个底儿朝天喽。那就抓紧去办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好，走。林叔，再帮我一次。你现在不适合给我打电话，你应该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些评委。决赛，帮我一次。我只能尽力帮你，但想让我突破原则和底线，绝无可能。叔儿，我听说您家女儿在澳洲留学，对吗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在澳洲也有一套房子空着呢。你说你们女儿在国外留学，多没安全感，一个人。我可以派人做她的保姆，会照顾得很好，怎么样？好，你说吧。长江三仙，你这是乔太公钓过这条大尾巴鱼吧？他们势必会对我下手，能解这个局面的也就只有您了。毕竟，百威集团是您一手扶持起来的。虽然我跟你说今天是坦白局，可你小子也不能这么直白。你是要对我兴师问罪吗？当然不是。就算没有百威集团，没有他真菌，也会有其他人对食堂下手。资本这东西，没人性的。你才毕业吧？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我在新加坡给华盛集团打过几年工，在那儿看到的，比这边还要残酷得多。那才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啊！你说的对，当年的我也好，现在的詹俊也罢，我们只不过是明面上的代言人而已。我当年就苦口婆心地劝过你爷爷，把食堂的股份放开，把蛋糕做大，否则就挡人财路了。你是知道你爷爷的，他脑子里只有烹饪。他是个匠人。对，当年的事虽然不是我做的，但我没有阻止。我本想拉四海来我的餐厅，不曾想他却郁郁而终。
也会对你说出那一句句誓言。你会发现和我的心从来没改变，就像那大海永远映衬着天空的画面。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，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，一路向前。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，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，我也会